我不是在逃，而是在升起。那段时间，我离开了很多人，也离开了很多曾经觉得非走不可的路。有些人说我冷淡，有些人说我变了，但只有我知道，我不是在逃，我是正在升起。我没有办法再强迫自己参与那些表面热络却内心干涸的对话，迎合那些根本不了解我灵魂的连结。不是我骄傲，也不是我拒绝爱，而是我开始听见内在有个声音轻轻地说，够了，我们该回家了。一开始我抗拒，因为害怕失去，害怕孤单，害怕不被理解，但每一次勉强都让我更远离自己，直到我承认那不是恐惧，那是召唤。灵魂在说，它准备好了，要飞了。但升起的路并不轻盈，它像一场与过去的自己一刀一剑的切离。我流过很多泪，为那些我以为会走一辈子的人，我以为会一直热爱的事，在夜里悄悄告别。我学会了把心抽回来，从那些早已不再共鸣的地方温柔地撤离。不是报复，也不是冷漠，是我终于愿意相信我值得更深的真实。升起不是穿上光明的外衣，而是卸下所有伪装之后还愿意站起来的那一刻。我开始听见灵魂的声音变得清晰，他不再躲在角落悄悄哭泣，他大声地说，我要完整的活着，不再分裂。所以我断开了某些连结，我离开了某些场域，我拒绝了那些让我矮化自己才能存在的框架。这不是逃，这是升起的第一步。升起是灵魂在说，我们要前往更宽广的地方，那里你不再需要解释你是谁。你开始明白，那些让你窒息的关系不是你的归属，那些让你怀疑自己的选择不是你的命定。你不再愿意留在不爱自己的频率里。升起不是离开世界，而是重新选择怎么与世界互动。你开始只说真话，你开始学会拒绝，你开始不再追求理解，而是追求一致性。那是最深的自由，也是最温柔的勇敢。你不再怕孤独，因为你知道，真正的连结只会在你升起之后自然靠近。不是你去抓住谁，而是谁能跟上你。我曾经害怕被说变了，现在我知道，那是我在转化的证明。光不会为了讨好黑暗而暗淡，你也不需要为了被接受而缩小自己。当你升起，你会震动出一个新的世界，那是更纯粹、更宽广、更真诚的宇宙频率。在那里，你可以安然地做自己。所以，我不再说抱歉，不再为了说我不想再参与这样的对话，我不需要这样的关系而内疚。我不是在逃，我是在听见更大的呼唤，一个来自我灵魂深处的声音，在说，我们该往光的方向飞了。升起不是向上逃离痛苦，而是穿越它，然后从中带出自己的光。你会看见那些破碎其实是重组，你会发现那些沉默其实是诞生。你开始懂得，真正的强大不是不被击倒，而是即使倒下了，也愿意一次又一次从真实中重新站起来。这条路很安静，有时没有人懂你，有时连你自己也会怀疑。但每当你愿意回头看，你会发现，你已走过太多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关口。你正一寸一寸朝向那个更靠近灵魂的自己前进。你在升起，不是从世界逃走，而是终于准备好，以真实的姿态走入世界。所以请记得，
当你感到自己正在离开某些旧的东西时，请不要责怪自己，那不是放弃，那是回应。回应那道你一直以来都听见，却一直不敢相信的光。我不是没试过努力，我努力去理解人心，维持关系，保持稳定，努力在各种身份之间找到平衡，努力让自己可以被接受。但渐渐的，我发现那股用力让我越来越远离了自己。有时不是生活的压力让人疲惫，而是那种永远无法真正被理解、被看见的感觉。即使身边有人、事情在进行，心却像被抽空了一样，空荡荡地飘着。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敏感，是不是不够坚强，不够适应世界的节奏。但在某一个无声的夜晚，我静静地坐在床边，任由疲惫把我整个人吞没。那一刻，我没有逃，也没有挣扎，我只是闭上眼，轻轻地问自己，我到底累的是什么？答案不来自思考，而来自一股深深的感觉。我累的不是工作，不是责任，而是一直不敢做自己。是的，我累了，累于压抑，累于妥协，累于装作没事。就在那份诚实浮现的当下，我感觉到一种轻微但明确的向上牵引力，像是灵魂从心底升起，微微发光。那不是逃避现实的幻想，而是一种温柔的召唤，一种静静的推手。再说，你可以不用再这么撑着了。那是灵魂在我最疲惫的时刻提醒我，你不属于那个你必须压抑的世界，你属于那个让你可以自由呼吸、自由存在的频率。这不是要我逃离世界，而是要我在现实中重新对齐自己的能量来源。我开始明白，每一次的疲惫其实都是灵魂在说话。他在说，你又离自己远了一点。他在说，你不必这么委屈自己。我们太习惯靠意志力撑过一切，但灵魂不是靠意志活着的，它靠真实，靠感受，靠一致性。当我开始把注意力从我还能做什么转向我现在真的想怎么活，我感受到一种重生的宁静。我不再追求效率，不再讨好，不再证明，我只想每天都多一点靠近自己。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，不是剧烈的改变，而是渐渐的清晰。你开始知道什么让你更轻盈，什么让你沉重。你开始听见身体的语言，新的声音，能量的变化。你会发现，有些人讲话会让你整天失去能量，有些地方一去就觉得窒息，有些事情再努力也换不来真正的满足。这时候你才明白，你不是太累，而是太不对频。而灵魂的升起，不是要你变得更高尚，而是让你回到自己真正的振动层次。我开始简化生活，少说一点，少做一点，多听一点自己内心的节奏。我学会了说我不行，也学会了说我需要空间。这些小小的转变，让我从疲惫中慢慢苏醒。升起不是一飞冲天，而是一点一点地解开缠绕，一步一步地靠近灵魂的高度。你会开始渴望更安静的早晨，更诚实的对话，更有意义的沉默。你会不再担心变少，而是开始珍惜真正留下来的。这是一种很真实的自由，不是什么都能做，而是终于懂得什么才值得做。我现在懂了，当世界令我疲惫，不是我不够好，而是我的灵魂正在温柔地说，我们该往上走了，走向更真实的日子，走向更纯粹的关系，走向那个不需要掩饰，
不用努力才能存在的自己。所以现在的我不再怀疑疲惫，我把它当作信号，一种转向的机会。当我愿意顺着那股灵魂的牵引力往上，我发现我不是在失去世界，而是在找回我真正的宇宙位置。我们总以为灵性是平静，是慈悲，是宁静的光，以为要够安定，够正向，够觉知，才配得上谈灵性。但我是在一次彻底崩溃的瞬间，才真正理解灵性是什么。那不是一场灵光闪现的顿悟，而是一场毫无预警的溃堤。眼泪突然无法控制，情绪像山崩一样倾泻而出。我跌坐在地上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。那天我没有能量去思考，去处理，去强撑。我只是坐着，像一个被时间掏空的躯壳，任由所有情绪在我体内燃烧、炸裂、崩溃。没有语言能描述那种状态，只有一个字：碎。我曾经以为碎代表失败，但那一刻，我第一次不想再修补自己，而是静静地陪着那个破掉的自己待着。就是在那样最脆弱、最无力的瞬间，我开始听见某种非常温柔的声音，不是从外面来，而是从我身体深处冒出来。他说：“你终于让我出来了。”我呆住了。原来，灵性不是要我们变得坚强，而是要我们终于有勇气承认我们很痛。那一刻，我理解了，灵性不是离苦得乐的捷径，而是有一个空间，能让我在痛里也不抛弃自己。我没有试图让自己振作，我只是轻轻抱着自己，像拥抱一个终于被看见的孩子。原来，灵性不是光，而是容器。它能装下我们所有的光明与阴影，坚强与脆弱。它不是让你更完美，而是让你更诚实。那一晚，我重新定义了自己，不是想变好的人，而是愿意不躲起来的人。我不再试图维持形象，不再急着把自己拉回高频。我终于明白，那些真正有力量的灵魂，不是不崩溃，而是崩溃时也不失去自己。在崩溃的那刻，我不是掉下去了，我只是掉进了灵魂的深处。那里没有评价，没有标签，没有目标，只有一个空间，安安静静地接住了我。当我从地板上慢慢坐起来，泪水还在流，但心里有某个部分开始亮起来，不是耀眼的光，而是一种稳定的微光，像是我终于开始与自己真正对话。我开始记得自己不是来成为谁，而是来还原自己。而这份还原不会从完美开始，而是从破碎开始，从你愿意不逃避那个痛苦的自己开始，从你第一次对崩溃不再感到羞愧开始，从你终于愿意承认我其实也有脆弱开始。那才是真正的灵性。它不是知识，不是技巧，也不是高频语汇，它是一种温柔的存在感，让你即使一无所有，仍知道自己值得活着。现在的我还是会崩溃，但我不再害怕它。我甚至感谢每一次崩溃的来临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一道通往更深层觉醒的门。你穿越它，不是为了变强，而是为了更深地爱自己。如果你也正经历着情绪的黑夜，灵魂的低谷，请不要急着找出口，请你静静地陪着自己。请你相信，这不是结束，这是召唤。一场灵魂终于愿意说出真话的召唤。当世界要你压下情绪，灵性会要你放下防备。当现实要你快点好起来，灵魂会说：
不急，我会等你，等你全部都接住。这就是我后来学会的灵性，不是让你离开痛苦，而是让你在痛苦里还能温柔地活着。我曾经以为灵性的路是让我变得更好、更稳定、更正向、更有觉知，更能控制情绪，更能爱人无条件。我以为那是一条朝着完美前进的旅程，像是一个版本更新的过程，一步步把自己修得完整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疲惫地坐在床边，看着那些我努力建立起来的理想模样，突然觉得好陌生，好远。那不是我，那只是我想象中应该成为的样子。我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，只为了维持高频。我勉强原谅那些伤害我的人，只为了成为有爱的人。我逼自己放下，逼自己看得更高，却没有一次真正问过自己，你还好吗？灵性的道路为什么变成了压力？为什么越修炼越觉得内在失去了真诚？为什么我的光看起来这么假，这么用力？那一刻，我停止了所有的努力，不是放弃灵性，而是放下了成为更好版本的执着。我开始允许自己情绪化，允许自己混乱，允许自己自私，允许自己还在学习。我不是变得更好了，但我开始变得更真实。我不再装作不痛，我说出我还放不下时觉得自由。我不再强迫原谅，而是允许自己的伤口继续疼一阵子。我终于懂了，灵性不是把自己变干净，而是敢不隐藏地看见自己的肮脏，自己的渴望，自己的软弱，然后仍然对自己说，我愿意爱你。那是最深的转化，不是外在的行为，而是内在的态度。不是成为某个完美榜样，而是活出自己的真相。我开始发现，那些真正疗愈我的，不是我做对了什么，变好了什么，而是我不再说谎，我不再伪装，我不再扭曲自己去符合灵性语言。我开始说真话。我害怕失败，我还在嫉妒，我不想放下这段关系，虽然我知道他对我不好。我说出来的那一刻，不再是羞愧，而是松动。我不是在堕落，我是在回家。我不需要成为更好的人，我需要的是更诚实的与自己在一起。这种真实不是赤裸的暴力，而是一种温柔的坦白，是一种允许自己在人性里呼吸的宽容。当我开始这样活，我发现很多东西变了，不是因为我努力修炼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抗拒我本来的样子。情绪来时，我不急着转念，我先陪他哭。人际失衡时，我不急着学习功课，我先诚实说出不舒服。灵性不再是我掩盖情绪的手段，它成了我与自己相遇的空间。在那个空间里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点头认可，也不需要任何神明给我标签，我只需要自己看见自己，自己听见自己，然后告诉自己，这样的你，我爱。这是我现在走的路，不是通往更好的自己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往更真实的自己靠近。也许不会更稳定，也许不会更正向，但我确定这样的我更有生命力，因为我没有在演，没有在撑，我正在呼吸，正在活着，正在爱。我曾经问自己无数次，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稳定下来？什么时候不再被情绪牵动，不再迷惘，不再觉得自己不够灵性？我以为灵性的道路是一条可以抵达的旅程，走得够远、够久，
就能找到一个不动如山的自己。但这些年走下来，我发现我错了。灵性之路没有终点，它不是一个巅峰，不是某个完美状态，而是一条不断回旋、重叠、回返的圆。而那个圆心永远指向同一个地方，你自己的心。每一次觉醒，每一次疗愈，每一次所谓的进步，最后都会带我回到同一个问题：我现在有没有真的与自己在一起？当我太忙于追寻高频、启动、下载讯息的时候，我会突然在某个安静的午后感到一阵空虚，因为我忘了，所有的智慧如果不经过心，它只是知识的杂讯。真正的灵性不在天上，不在神域，不在理论里，它藏在你是否愿意深深的、安静地、无条件的回到自己身上。不是一次，而是无数次。当你对自己说我懂了，过不了多久，生命会再带给你另一个情境，让你重新学一次。你会发现自己又跌回某个熟悉的情绪模式，又对某个人产生期待，又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失望。你会怀疑，我不是已经成长了吗？但其实这不是退步，这只是生命在说，再深一层，还有东西等你看见。所以我不再把灵性当成一场竞赛，我不再问我进步了多少，我开始问我这一次有没有更温柔地对待自己。有时候我进步的不是反应变快了，而是我愿意坐下来陪自己慢慢走过那一段卡住的情绪。有时候我的疗愈不是发生在光明的冥想里，而是在某个夜晚，我静静地流泪，然后对着自己的影子说，你可以留下来，你是我。这才是我认识的灵性，不是逃离情绪，而是进入情绪；不是变得无敌，而是学会更真实的活着；不是永远在高频状态，而是懂得在低潮时也与爱同在。每一次回到心中，我都像是被重置，我不用再对齐别人的频率，我只要回到我的心，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那是一种非常细腻的引导，不一定有语言，但你会感觉到那是对的，那是和平的。灵性从来不在远方，它一直就在这里，在你的一呼一吸之间，在你选择宽恕的瞬间，在你对自己诚实的那一刹那，我开始明白，我不需要让自己到达哪里，我只要记得，每当我感到迷失、混乱、外求、用力，那是心在说，你又离我远了。然后我就坐下来，闭上眼，手放在胸口，深呼吸，1秒、2秒、3秒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又回到我内在那个什么都不需要证明的地方，那里没有条件，没有标准，只有一种稳稳的在场。不是什么神圣的状态，而是我最真实的样子。现在的我不再追求灵性终点，我只练习每天回到自己心里一次。即使世界在吵，我也知道，只要我愿意闭上眼，放下抗拒，敞开自己，心就会像一盏灯，照亮我当下所在的位置。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方向，因为我的心早就是我的指南针。所以，如果你也觉得在灵性旅途上走走停停，请不要怀疑自己，你没有迷路，你只是正在回家的途中。而每一次回到心中，你都离自己更近一点，离光更近一点。有些失落来的没有预兆，不是因为什么事没做好，也不是因为谁离开，只是某个瞬间，你突然觉得空了，像心里什么东西松开了，却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。过去我害怕这种感觉，
我总以为那代表我错了，退步了，不够觉知。我会急着修复情绪，重新连接目标，找理由说服自己振作。但有一天，我累了，不是那种肉体的疲惫，而是一种灵魂深处对一直要前进的厌倦。我突然想停下来，想安静地陪自己在失落里待一下。我没有想通什么大道理，我只是静静地坐着，让那股空荡荡的感觉存在着。然后我听见了他的声音，他不是在控诉，不是在质问，而是在悄悄说：“你终于让我松一口气了。”原来，每一次失落的背后，不是崩坏，而是松绑，是灵魂终于不再扮演那个你要他扮演的角色。他累了，他想真实。你努力扮演的那个坚强、懂事、努力、正向的自己，其实早已不是你真正的样子，只是你曾经以为只有这样，你才会被爱、被肯定、被接纳。而失落正是这层伪装渐渐脱落时的反作用力。你不是坏了，你是在清空。那天之后，我不再怕失落，我开始学会把它当成转化的入口。每当我觉得迷惘、空虚、没意义，我就坐下来问自己，现在有什么东西其实我早就不需要了。常常答案不是什么外在的事物，而是某种自我定义的松动。我不需要一直坚强，我可以不完美，也一样值得被爱。我可以放下这段关系，不再证明我有价值。这些不是口号，而是一种来自深处的松开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让失落存在，不急着填补，它会自己带你走到下一个自己更贴近的版本。你不需要推自己成长，你只需要让自己松绑。失落不是灵性低潮，而是灵魂在帮你调整呼吸，让你重新对齐真实的节奏。我曾经觉得，修炼就是要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坚定。但现在我知道，真正的修炼是你可以在什么都不确定的时候，还能选择不评价自己，不抛弃自己。这才是灵魂要带我们学会的温柔。每一次失落，都是他在说：你可以慢一点，你可以不再扛这么多，你可以回来了。这份回来是内在的回来，不是回到原点，而是回到原心。你开始更懂得倾听身体的语言，更懂得与情绪共处，而不是管理它。你不再逼自己正面思考，而是诚实面对每个你想逃避的情绪。然后你会发现，在最失落的时刻，你反而最接近灵魂的声音，因为那时你终于安静了，你终于不再用力证明什么，你开始问：现在的我想怎么存在？那才是灵性真正的起点，不是更厉害、更高频、更有能量，而是更真实、更柔软、更愿意说：我现在这样也可以。这是一场长长的松绑，松开那些我应该是谁，我应该怎么表现，我应该早就的枷锁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放下这些，你不只没有失去什么，你反而找回了你原本就有的自己，那个曾经就站在光里，但被太多自我期待遮蔽了的你。所以，不要怕失落，那是灵魂在为你腾出空间，让真正的你有机会再次被看见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